有没有想过父母怎么样？对，就是父母。根据儿童心理学家的说法，父母有2个方面可以影响孩子的发展，那就是情绪和行为的控制和温暖。控制方面描述了父母如何应对他们的孩子，那些他们育儿的方法。温暖是指父母给孩子的关爱有多少。了解到这些育儿方式的不同组合，高度控制或不怎么管控，或温暖，对眼下和未来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孩子都有好处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4种不同的育儿方式。1、权威型育儿。权威型的育儿方式有高度的控制和温暖，这些父母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和期望值，但他们也确保不会忽视孩子的感受。他们热情地养育孩子，鼓励孩子，愿意倾听孩子的声音，考虑他们的观点，但他们也明确表示，这还是由成年人掌控的。通过这种方法，他们可以控制他们的孩子，但不是以一种专横的方式。这种育儿方式被认为是最好的，因为它在规则和情感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。由权威型父母抚养长大的孩子通常是快乐、自信、尊重和成功的。他们很少表现出问题行为的迹象，比如上瘾、酗酒或触犯法律，因为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控制保证了家长会教给孩子良好的行为。也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太多的爱，他们可以爱自己，充实自己，并与他人建立稳定且安全的关系。2、独裁式育儿。这听起来类似于权威式的教育，但一定不要混淆两者。独裁型父母控制能力也很强，但他们的教养方式缺乏温暖和感情。这些父母认为孩子应该无一例外地遵守规则，他们很严格，在执行自己的规则时，他们相信惩罚和纪律，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孩子的情绪。在他们的家庭里，谈判是不可能的。在对待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显得冷漠和疏远，有时甚至会变得充满敌意和攻击性。当孩子长大后，他们的顺从会尊重权威，遵守规则，但因为他们的意见从未被倾听和重视，他们会在自尊方面出现问题。他们很难自信地表达自己的需求，正因如此，他们可能容易患上抑郁或焦虑障碍。3、放任型。孩子通常最喜欢这种教育方式，因为这种父母很少控制孩子，只会一味地给予孩子很多的温暖。他们经常说，孩子就是孩子。当他们的孩子犯错误时，他们会很宽容，有时可能表现得更像朋友而不是父母。他们喜欢和他们的孩子聊天，开各种玩笑，他们很少坚定自己的立场。但是不管他们的孩子多么喜欢这样的待遇，这种纵容都是有代价的。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在自我控制、为他人考虑和成就动机方面往往得分很低，他们也更有可能尝试毒品或酒精，他们还可能在学业上遇到困难，会纠结要不要接受高等教育。4、袖手旁观型育儿。不幸的是，有些父母并不真正关心温暖和控制，那些父母很少对自己的孩子表现出兴趣，他们不问孩子的需求、功课或朋友，他们让孩子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，同时希望孩子也能照顾好自己。当他们的孩子寻求他们的帮助时，他们可能会直接忽视、漠视，甚至拒绝。袖手旁观型的育儿方式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，他们在学校表现不佳，没有令人满意的友谊，到了青少年时期就会陷入了严重的抑郁、焦虑并吸毒，而且很有可能会与自尊做斗争。如果你还没有为人父母，你会选择哪种育儿方式？你是为自己的父母一手带大的吗？他们给你留下了什么影响？如果你已为人父母，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？如果你觉得还有改进的空间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。通过大量的学习奉献和意愿迈出第一步是不错的做法，可以达到完美的平衡，成为一个权威的父母，养育出一个快乐的、受保护的和自信的孩子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点赞并分享给更多小伙伴。如果您还没有订阅，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，继续看到我们的影片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啦！